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我老公宋月成车祸进医院了，婆婆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，让我去医院。我拖到加完班才去。去到医院的时候，宋月成还在手术室抢救，据说车祸十分严重。宋月成送来医院的时候，人已经是昏迷不醒的状态了。我听着婆婆急切地跟我转述宋月成怎么危险的时候，坐在手术室外面的长廊上，拿出手机，打开了王者荣耀。婆婆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片刻，怒骂出声：“谢小小，阿成都这样了，你还有心思打游戏？”我淡定地抬头看了眼她，不然呢？我又不是医生。说完，我点开了排位赛，秒选兰陵王，刷完蓝区，隐身恐吓对面的中单。婆婆在我耳边狗叫：“谢小小，你还有良心吗？在里面抢救的可是你老公啊！”我看都懒得看他一眼，还嫌弃他说话太大声，换了个地方继续打。打到第3把时，手术室的门打开，宋月成被推了出来。我依旧稳坐如山。排位呢？没空。等我打完这把排位，宋月成已经被推到特护病房。安详，不是，安静地躺着，包得跟个木乃伊似的，还上了呼吸机。婆婆在一旁边哭边问医生情况，情况是命暂时保住了，但还没有过危险期。了解完情况，我准备回家。今晚加班都已经到10点了，现在在医院又耗了1个多小时，困。婆婆大概是忍无可忍了，拉住我：“谢小小，我在他骂人之前先发制人，我明天要上班，我女儿还在家，需要我照顾，不适合半夜守着你儿子。”继而甩开婆婆的手，大步流星地离开了医院，脚步坚定的如同当初我在医院生孩子第1天，宋月成连夜回去补觉一样。回到家已经是12点多，女儿穗穗已经跟保姆一起睡着了。保姆年纪大了，较轻，基本我每次加班晚回家都会被我吵醒，这次也不例外。她起来问我：“小小，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我回：“加班。”宋月成出车祸的事我只字未提，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不值得我提起。次日，婆婆又给我打电话，要求我去医院照顾宋月成。打到第3个的时候，我直接拉黑了她的号码。于是第5天下班时，我接到了宋月成的电话，他唤我：“老婆，算来，自从我1年前生完穗穗后，这还是他第1次叫我老婆。”车祸手术让他的声音听上去还十分虚弱，甚至能听出来带着哭腔，但我丝毫不为所动，公事公办地问：“何事？”他沉默了，大概是想起了1年前我生孩子时他自己干的那些倒霉事。我剖腹产手术，他在手术室外打游戏，理由是他又不是医生。手术进行一半，医生发现我有子宫肌瘤，要一并摘除，在手术室外找家属签字。他抱着手机表示游戏没打完，就不能等等吗？等等。但在这之前，他不是这样的。我跟宋月成是相亲认识的，彼时我24岁，在一家私企做销售，收入有1万左右。同事中一位热心的阿姨见我没有男朋友，给我介绍了宋月成。那时的宋月成还是个人，正常的人，跟我一样，在另一家私企做销售，工资跟我差不多，只比我大1岁。比我好的是，他父母双全，家庭正常。而我那时已是个孤儿，父母在我大学时意外没了。最初我跟宋月成见过面后，谁也没看上谁，只当多了个朋友，偶尔会微信聊聊天，吐槽吐槽各自工作上的事。毕竟做销售嘛，万一哪天对方就成了你的客户也不一定。吐槽多了，也就熟悉了。
然后发现宋月成三观跟自己一致，兴趣爱好也多有重合，遂变成好友。我对他有好感，是半年多后，我在工作上受了气，跟他吐槽，他开车来我家楼下，请我去吃东西，安慰我说：“想想今天受的气，都是为了明天的钱，别不开心了。我请你吃饭。”当然，最后是我偷偷买了单，不能让人大老远过来安慰我，还让人请吃饭。我们在一起是在那年的春节，他知道我是个孤儿，春节前特意邀请我去他家过年，我没有答应。过年那天，他跟家里人吃了早饭后，特意跑来我这里，跟我一起过年，还亲自下厨。我看着在厨房忙碌的他，醒过神来，问：“你是不是喜欢我呀？”他转头：“你才看出来吗？”好家伙，他是相亲时就看上我了的，只是当时我没有看上他，所以先跟我从朋友做起，人心是一点一点暖起来的。我回忆这一年的相处，突然就有些感动了，说：“要不我们试试？”这一试就直接是成了次年结婚。龙城的彩礼不高，5万左右。至于车房，我有房，宋月成有车，也无所谓了。所以我们在彩礼上并没有出现过任何矛盾。我家就我自己，那些个沾亲带故的亲戚，因为我父母离世时的遗产问题，基本都绝交了，也不存在双方家长意见不一致的问题。那时婆婆在知道我是孤儿后，不但没有嫌弃我，还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小小，以后你就有家了，我们以后都是你的家人。”给我感动得一塌糊涂。婚后3年依旧如是。宋月成并没有跟很多人说的那样，结婚了就变了。他会在下雨天接送我上下班，大小节日花送到我们公司。每次他的花送到我们办公室的时候，我几个同事还会羡慕地看着我，说：“小小，好羡慕你们呐，结婚了也跟谈恋爱时一样。”我老公那个250，自从结婚后，连个5块2的红包都不愿意表示了。等等，除了婆婆会时不时催生外，我们跟热恋时没有区别。但自我跟宋月成结婚，我们就不跟他爸妈一起住。我父母离世后，给我留有房。婚后，我跟宋月成一直是住在我爸妈以前留下来的房子里的。那房子地段好，还离我俩上班的地方都不远，所以婆婆的催生对于我来说也不觉得特别烦。毕竟1个星期也就见一面而已。她来还会专门做我喜欢的菜，笑眯眯跟我说：“快多吃点，瞧你瘦的，千万别学人减肥，女孩子胖点才更好看呢。”所以我对她也十分大方，金镯子、衣服、新款手机都是我买给她的。每次我给她买东西，她都笑得见牙不见眼，顺便责备我买这些做甚？你们自己都才结婚，没多少钱，以后别浪费钱在我身上了。我那时是真的觉得她把我当自己的亲生女儿待了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？从我怀孕后2年前，眼看着我跟宋月成都要30了，我们也没有丁克的打算，便把生孩子的事儿提上了日程。备孕到怀孕初期，宋月成跟婆婆对我更是无微不至，婆婆几乎每天都来我们家给我做饭。我怀孕后孕反特别大，几乎吃什么吐什么，到第3个月才好起来，但孕吐停止了，婆婆开始让我想吐了。怀孕第3个月的时候，婆婆隐晦地问我要不要去检查一下孩子的性别，说她有认识的医生，可以直接去她认识的医生那里做检查，被我拒绝了。我说不查，我要体会一把开盲盒的乐趣。婆婆当时脸色就有点变了，我见她脸色变了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她：“妈，都什么年代了，你不会还搞重男轻女那一套吧？”
婆婆讪讪说了句：“怎么会？这不好奇心重吗？想提前知道是孙子还是孙女，也好提前给他买东西啊。”我说：“不用那么急着买东西了，都还有好几个月呢。”婆婆也就没有再提。即使她从那之后就不怎么爱来我们这里了，但我能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加上有宋月成，再加上我本来也不喜欢家里人多，便没有放在心上。毕竟在这之前，她可是个三好婆婆。直到怀孕5个月时，有一次去上班，我摔了一跤，虽有惊无险，但还是在医院住了1个星期。为了孩子的安全，我不得不把工作给辞了，我才渐渐醒过神来了。婆婆跟宋月成以前对我好，是演得一手好戏，以及那些年我自己上班也能挣钱，不用花他们的钱。不但不用花他们的钱，我还拿自己的钱给他们买东西。我辞职后的第2个月，恰逢母亲节，我跟往年一样去婆婆家吃饭，给婆婆买了礼物。但婆婆并没有跟往年一样开心地接过礼物，而是脸色冷了冷，说：“现在你自己都是用阿成的，还这么破费阿成的钱干嘛？”我递礼物的手一僵，在她的冷脸中看清了她这个人，但当时我还是没有跟她翻脸，笑着把礼物送到了她的手里，说：“妈，这是我花自己钱买的。”她接过礼物，朝我翻了个白眼：“现在你还有自己的钱，等过几个月孩子出生了，你还是上不了班，还不是要花阿成的钱？这就是给脸不要脸的意思了，是吧？”我在父母离世后看过太多冷眼，受过太多莫名其妙的气，也摸索出了想要不受气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当这个人是个屁。于是我一把从婆婆手里夺回了礼物，不要就直接说，别逼逼赖赖的，给你脸了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从她家出来了。宋月成来追，婆婆拉住她，开始骂：“追什么追？一个娘家都没有的孤儿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她能去哪里？”最终，宋月成也没有在她家吃饭，过来追我了，还跟我道了歉。可道歉完没多久，孩子快7个多月的时候，宋月成开始跟我提检查孩子性别的事。他说：“要不我们去查一查是男是女吧？”我依旧拒绝了。宋月成的脸色明显就变了，说：“现在不查，等出生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提前买宝宝的东西？”我也有些生气了，问：“孩子现在都7个月了，就算你妈重男轻女，也打不了了。现在去检查孩子的性别有什么意义吗？别人不查孩子性别的家庭，孩子出生的时候不一样准备。”他理直气壮地道：“就是现在孩子都打不了了。我才跟你说的呀，男女都一样。我妈就想提前知道孩子的性别罢了，又不是叫你去打胎，你有必要非得为了一个检查，搞得我妈不开心吗？”我这才知道，虽然婆婆自己不在我面前提检查孩子性别的事了，但在我整个孕期都一直在逼着宋月成喊我去检查孩子的性别。在我第1次拒绝了检查孩子的性别时，婆婆就给宋月成放过话：现在不检查孩子的性别，将来孩子出生时，若是个女儿，我是不会帮忙带的。为此，我跟宋月成争吵了几句。因着这几句争吵，宋月成跟我冷战了3天。虽然最后宋月成以在工作上受了气，才对我说了重话为由给我道歉了，但我大概知道宋月成会选择那时候跟我说，还敢跟我冷战的原因，一是实在被他妈逼急了，二是他觉得这时候孩子我也打不了了，不会为了一个孩子的性别真的跟他翻脸。当然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，那时我已经不上班有3月之久了，他觉得我那时已经变成了吃他的、喝他的、用他的状态，就应该听他的话。至此，我也知道了，坐月子等婆婆照顾，绝对鸡飞狗跳。于是，
我拉着宋月成去看月子中心了。宋月成原本不愿意的，但见我态度坚决，最终还是跟我去了。婆婆不知道怎么就知道了我们在看月子中心的事，专门打电话骂宋月成：“你是钱多烫手吗？住什么月子中心？生个孩子事儿忒多。我不是说过了，等孩子生了，我去照顾小小月子。”他还顺便数落上我了。谢小小也是，不就是说了他2句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哪一家人没有争吵的时候？我都没有跟他计较他给我这个长辈甩脸色的事，他倒好，先记仇了。这也是宋月成让我去检查孩子性别的原因之一。他觉得若检查出孩子是男孩子，他妈肯定能跟我和好，他就不用夹在我跟他妈之间，左右为难。宋月成接到这个电话时，我们刚好准备定下月子中心，虽婆婆骂了他一顿，但他当时没有表现得不乐意，挂了电话，还痛快地把钱给交了。现在想来，他当时痛快地交钱是想过了，若是孩子出生后是个女儿，可以来退。果不其然，穗穗出生后，婆婆在知道穗穗是女儿的瞬间，干的第一件事是逼宋月成将原本定好的月子中心给退掉了。宋月成一句话不说。不对，他说了，他说不退，我妈就要自杀。那毕竟是我妈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她吗？生完女儿当晚，原本休假的宋月成却被他妈以明天还要上班为由，给指使回家睡觉去了。第2天又被他妈给指使上班去了，徒留他妈在我刚手术完就开始数落我生不出儿子，还不肯在怀孕时就去检查孩子的性别。我当时没力气跟他对骂，让他不满意就直接滚蛋，别碍我的眼。婆婆碍于医生护士的眼神谴责，再加上她觉得他走了，宋月成就要半夜过来顶替他的班，心疼儿子，没滚。于是第3天，他被来看我的热心阿姨骂了。对，就是给我介绍宋月成的同事阿姨，徐阿姨。那几年，徐阿姨已经从公司离职了，她原本就是退休了，闲得慌，才去我们公司扫地的。离职后跟我还常联系，是因为她给我介绍了宋月成。我孕中，她还时不时给我发信息，让我注意身体。她来医院看我时，恰逢婆婆又在叨逼叨，反复说我在怀孕的时候不检查孩子性别的事儿。徐阿姨在门口听了2句，直接冲进来跟她对骂了：“你还是人吗？小小才生完孩子，你就在这里骂街，那么想要孙子，你又会生儿子，你跟你儿子去生一个呀！”婆婆骂不过徐阿姨，闭嘴了。但徐阿姨走后，她变本加厉的阴阳怪气我。宋月成下班来医院，她就是开始连着宋月成一起骂，骂宋月成不听她的话，没有在我怀孕的时候让我去检查胎儿性别，坐月子就更不用说了。婆婆数落到我出院那天，再没有出现过。不但她没有出现过，她还准时准点在宋月成下班后就把宋月成叫走。宋月成这个妈宝男，真敢丢下还在坐月子的我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去婆婆那里。好在生穗穗前被他们退掉的月子中心，我有联系方式，在生完穗穗知道他们退了后，我又紧急联系，重新给钱了。就这样，我去月子中心时，宋月成还质问我：“你就非得去月子中心吗？”我问：“不去月子中心，你离职照顾我，还是我跟穗穗一起死在月子里？”他回答我说：“你若回家，我妈肯定会过去照顾你，也就你跟她说2句好话的事。”我呵呵一笑，不想说话了。他见我态度坚决，又说：“你执意要去月子中心，我是不会出1分钱的。”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甚至不想跟他争辩一句。唯一庆幸的是，我生孩子之前
存了10几万，不至于因为钱被他拿捏。宋月成也因为我一定要去月子中心浪费那几万块钱，跟我怄气。整个月子，他时不时就阴阳我，也不怪我妈不喜欢你。你真就是一件让我妈顺心的事都不干。你说你现在这么重要的时刻，跟我妈怄什么气？你就不能嘴甜一点，哄一哄她吗？你若是哄一哄她，至于她一点忙都不愿意帮你吗？她说你现在跟我妈翻脸了，对我俩有什么好处？你若不跟她翻脸，几个月后她帮忙带孩子，你就能去上班了。现在好了，穗穗没上幼儿园之前，你都不能去上班，你还花钱无度。你手里那点存款，按照你这么个霍霍法，不用半年就能被你用完了。靠我一个人的工资，我们只能勉强度日。我不想被他气死，也没力气跟他争吵。看在他虽然骂骂咧咧说不出月子中心的钱，但最终把月子中心的钱转给我一半的份上，我让他安心去上班，去哄他妈开心，别来我这里了。但他一定要来我这里逼逼赖赖，我眼不见心不烦。于是他每次来的时候，我都假装在睡觉，跟他冷战。直到出了月子，我考虑怎么跟他离婚，他思考怎么让我同意生2胎。他说反正你这几年也上不了班，不如我们这几年把2胎也生了。结婚时我俩就说好了，只生一个孩子。他是得了老年痴呆症，我用看智障的眼神看他。先不说剖腹产的3年后才能再生，你觉得我伤疤都还没好就能忘了痛？他还有理了。虽然我妈没来照顾你月子，但月子中心的钱我不是给你出了一半吗？你现在跟我妈本来就有嫌隙，她不来，你不是能更顺心一点？确实有理有据的，难怪明明都那么不满了，还骂骂咧咧把月子中心一半的钱转给我，打一巴掌给磕糖的套路。他玩得挺溜，他当训狗呢。我当然没有搭理他，只是快速地思考了一下，出月子就离婚好点，还是过几个月再离婚更好？得出的结论是，过几个月再离婚会更好。毕竟我确实是个孤儿，无依无靠，刚出月子就一个人带着孩子，肯定照顾不过来的。且就算请保姆，我前面几个月也上不了班，没有收入，还需要将就他跟我一起照顾穗穗的同时付保姆的钱。然而生完穗穗的第3个月，婆婆在知道我是不可能这么快生2胎后，直接没收了宋月成的工资卡，穗穗所有的开销必须我全部自己负担，以逼我2胎。用婆婆的话就是把你媳妇身上那点存款全部用完，你一分也别出，看她能高傲到什么时候。她现在刚生完孩子，还敢跟你离婚不成？我无意间在宋月成手机上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，气到手抖，以为宋月成在妈宝，也不至于能同意这么干。直到第3天，他回来跟我说他妈病了，住院了，他把存款跟工资卡全给了他妈。我听着他淡定的语气，看着他从容的神色，第一次觉得这个男人很可怕。我点头，还是没跟他撕破脸皮，只是默默地把这些证据都保存好了，好用以离婚。结果等几个月后，我找到保姆，开始上班了，要跟宋月成离婚了。宋月成却不同意离婚，他觉得自己1没出轨，2没嫖娼，并没有犯原则性错误。大概是我从没跟他大吵大闹过，连他把工资卡交给他妈，我都一句话没说过他，所以他还大言不惭地指责我：若你妈还在世，你在我跟你妈之间难道不会偏心你妈吗？那毕竟是我妈呀。他说一个月子仇，你是不是要记到死啊？现在国家都开放2胎了，谁家不生2胎呀？你2胎生个儿子，我妈以前怎么待你，
以后肯定也怎么待你。拖了我几个月后，我耐心耗尽，干脆法院起诉离婚了。谁料，起诉离婚才几天，他出车祸了。此刻还有脸打电话给我，问我你能来医院一趟吗？我想了想，万一我自带煞气，去医院看一次宋月成就能把他看死了，便不用离婚了，划算。如果没克死他，就再跟他谈谈离婚的事儿，气死他。于是我同意了。下班前给保姆打电话说，可能要晚一点回家。保姆正是给我介绍宋月成的徐阿姨。她当初会认识宋月成，是因为她是宋月成的客户。她觉得宋月成当时看来上进，会说话，长相也过得去，才给我介绍的。谁成想，宋月成是个坑，家里这么重男轻女。虽然我这失败的婚姻只是由他牵线，但徐阿姨在知道宋月成跟婆婆的一系列操作后，深觉当初给我牵线，很是对不起我。是以，在我数月前跟宋月成闹离婚，找保姆照顾女儿时，他来了。他说：“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我女儿那边孩子都打酱油了，不需要我帮忙照顾了，连工资都只收了2500。我让他别自责，真要怪，也只能怪我自己眼瞎。”他看了我好久，长叹了口气。我自从跟宋月成闹离婚开始，宋月成就已经被我给赶出家门了。是以，这几个月来，岁岁白天基本都是徐阿姨帮我带着。好在知根知底，我放心。下班后，我打车去了医院，宋月成已经转到普通病房，勉强能坐起来了。我到时，婆婆正在给她喂稀饭。这几天，通过我跟宋月成以前的共同朋友群，我差不多知道了，那场车祸让宋月成断了3根肋骨，左手粉碎性骨折，还撞了脑子。而且责任在宋月成自己，他醉驾撞了墙，没当场死亡，是他命大。婆婆见到我就开始骂：“谢小小，你这个祸害，都怪你。”我说：“那我走。”我说走就走，婆婆直接傻眼，抛下她儿子来追我。可惜没追到，医院门口刚好有出租车。于是我到家的时候，再次接到了宋月成的电话，我直接挂掉，再打，再挂，他打了10几个，我一个都没接。我以前真是给他加脸了，让宋月成以为我真那么好欺负。徐阿姨见我电话一直响起，又被我挂掉，问：“小小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？有什么事儿你跟阿姨说，别总一个人扛。”我突然觉得眼睛有些酸，抱着碎碎说：“没事。”徐阿姨见我不说，也没有再问。快睡觉时，我收到了宋月成的微信语音信息：“老婆，对不起，我妈只是因为我出车祸情绪不稳定，才出言不逊的。”我听完语音，回：“哦，关我屁事。”回完，关机，睡觉。次日起床开机时，一堆宋月成发来的信息，只有一个重点，让我去医院交钱，医院的费用不够了。难怪喊我去医院呢，他是醉驾，保险公司都不赔。这次住院，粗略估计至少10几万。但我回了句没钱后，无视了。他都能干出在我生完女儿后，把存款跟工资卡交给他妈的事儿。现在他住院没钱了，跟我有毛线关系吗？宋月成在打我的电话，我干脆把他的电话也拉黑了。终于，整个世界都清静了。但清静了只有1天，婆婆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了。我也是在婆婆找上门后，知道了宋月成这次车祸的全过程。在我起诉离婚后，她心情不好，跟婆婆争吵了几句，才出去喝酒的，还喝多了醉驾。这是宋月成能干出来的事。我不是说他醉驾，而是跟他妈吵架。宋月成其实都算不得一个妈宝男，他并非全然听婆婆的，他自己也烦婆婆的掏逼刀。
不然我俩结婚后，她不会选择跟我一起住在我爸妈以前留下来的房子里。犹记得我俩最初结婚时，婆婆热情地召唤我俩回她家住。我俩那年过年也真去她家住了1个星期，但1个星期后，宋月成火急火燎拉着我回家了。原因正是婆婆太会念叨了。我跟宋月成都懒，不上班的日子能直接睡到下午再起床，但婆婆每天早上7点准时叫我俩起床吃早餐。我倒是无所谓，毕竟那时已经好几年没人早早叫我起床吃早餐了，甚至有点感动。宋月成直接崩溃，跟婆婆吵架：“妈，还叫不叫人活呀？大清早叫魂啊！”我那时还蹙眉喊他，对他妈尊重点。他真正开始对他妈唯命是从，是我怀孕跟他妈有了嫌隙。他妈不来我们这里帮忙后，我没怀孕前，家务是我俩是谁有空谁做，做饭基本是我，倒不是他不做，而是我自己很喜欢下厨。宋月成的厨艺也真的很差。我怀孕不再做家务了，他意识到，若他妈不帮忙，将来真要我俩自己照顾孩子，他将有做不完的家务，干不完的活。于是他开始听妈妈的话了。他那离家出走了20几年的孝心回来了，孝心回来了，就得有孝顺的举动，所以他想把他的孝心外包给我，自己得利。而我不但不帮他带孝，还要跟他离婚。他一烦，短暂回来过的孝心又离家出走了，又开始跟他妈吵架了。此刻，婆婆却将宋月成跟他吵架的责任全摁在了我的头上。婆婆唾沫横飞：“你今天必须去医院缴费，先不说你们还没有离婚，还是夫妻，你现在的工资本来就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有一半是阿成的。阿成这次车祸，你要负全责。若不是你一定要跟阿成离婚，阿成能心情不好去喝酒，阿成不去喝酒，就不会出这次车祸。”我嘴角抽了抽，朝他翻了个白眼：“这么会甩锅，你怎么不干脆说宋月成撞的那堵墙，不应该出现在宋月成醉驾的路上？我顺便跟他算账，宋月成把工资卡给你有半年多了吧？他这几年升职了，工资有1.5万左右，卡里现在至少有10万。你拿着这10万，却连他的治疗费都不愿意出，是想干嘛？吞了这笔钱去养野男人吗？宋月成真的是你的亲儿子吗？”婆婆被我问噎住了。我嘲讽她：“不是吧，不是吧？你自己的亲儿子你都不愿意救，却希望我这个外人去救，你脑子没问题吧？”婆婆应是被我气狠了，开始跟我想当初。她说：“我当初就让阿成跟你离婚，你这种只认钱不认人的女人。”她话没说完，我直接打断他，下了逐客令：“对，我只认钱，以后别来我这里了。若实在没钱了，就直接放弃治疗。”宋月成的死活，我半点都不关心。他被我几句话给气得不轻，又被我直接关在门外后，口不择言地吼道：“难怪你是个孤儿，你父母怕也是这样被你给气死的。”他骂我，我懒得跟他纠缠。但骂我父母，我开门喝骂：“老不死的，不会说人话，就赶紧投胎去做个畜生！你再出现在我家门口一次，我就以骚扰他人的名义报警了。”最终，婆婆1分钱没从我这里要到，回去了。宋月成换个号码跟我打感情牌，他声音依旧虚弱，说：“小小，我们以前说过要不离不弃的。热恋的时候，这话我说过，他也说过。可那时我以为他能为我遮风挡雨，如今却是我的风雨全来自于他跟他的家人。”我喝了一声：“不离不弃。你在我生完岁岁当晚就回家睡觉时，想过我们要不离不弃吗？我坐月子，你却心安理得的被你妈叫走吃香喝辣的时候，想过我们要不离不弃吗？
你不顾我死活，逼我生二胎的时候，想过我们要不离不弃吗？没有。你现在躺在病床上要死要活了，想起我们要不离不弃了。你出个车祸，脑子也一起坏了吗？感情牌在我这里不行后，他又开始跟我计较。他说，至少你坐月子的时候，我下班后也在月子中心陪过你，不是吗？确实，我想了想说，行，我明天就去陪你，刚好第二天是周末，我休息。鉴于我跟婆婆已然是水火不容的状态了，这次我刚到医院，婆婆瞪了我一眼，最终还是从病房出去了。她出去后，我坐在宋月成旁边的位置上，掏出手机，开始玩游戏，还是王者荣耀，还是选兰陵王，主打就是隐身恐吓对面的双 C。宋月成找我搭话，问穗穗在家听话吗？我头也没抬，回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。他再说，我继续以气死人不偿命的语气答他。游戏刚开始不久，宋月成说他想上厕所，我说在打游戏呢，停不了，你等会儿，先憋着。宋月成在叫，我起身出了病房，最终是已经累得在病房外座椅上睡着的婆婆扶宋月成去的厕所。婆婆不满，谢小小，这就是你来照顾阿成的样子。我反问，有问题吗？我当初生穗穗在医院的时候，宋月成跟你也是这样对我的呀，住个院而已，矫情什么？婆婆想再骂，看我抬脚准备走人，又忍下了。毕竟她在医院照顾了宋月成7、8天，已经是给个枕头就能直接睡着的疲惫状态了。宋爸心脏不好，还高血压，不能熬夜，不能累。他自己本身也有点高血压，这么连续熬夜，也快到崩溃边缘了。若此刻把我骂走，他今晚就得继续在医院熬夜陪宋月成。但他大概不知道，他今晚还得继续在医院陪宋月成，因为又过了1个小时，宋月成说饿了。我停下打游戏的手，给他叫了个外卖。外卖到后，宋月成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问：“你知道我现在不能吃辣吗？”我看了眼满江红的外卖，不就是住了个院，这也不能吃，那也不能吃，就知道折腾人。爱吃吃，不吃拉倒。说完，我拿过外卖，自己开始吃，边吃边给已经回家睡觉的婆婆打电话，说她儿子娇气，这也不吃，那也不吃，我伺候不了，让她回来医院继续伺候。婆婆回来得知我给宋月成点了1份辣的外卖，吓得险些魂飞魄散，终于忍无可忍，骂：“谢小小，你是想害死阿成吗？你还不如别来。”我点头，本来就没打算来，来了肯定也是隐身状态。我看着婆婆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说完，麻溜出病房回家。我听劝，别人让不去就不去，不像宋月成，明明去了也是隐身，当自己不存在的状态，还一定要去给我添堵。我这次回家后，宋月成终于不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医院看他了。我安安心心过了半个多月，直到宋月成出院。出院后，宋月成第一时间来找我，表示想回来住。我用看智障的眼神看他，一场车祸让你脸皮变厚了，房子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，你凭什么回来住？宋月成一噎，才说：“我住院时，你的月子酬也已经报了。我打断他，一个住院没照顾你的小事，你还要记恨多久？见面就拿来说，有意思吗？是你妈不让我去医院照顾你的，又不是我自己不去的。”我想了想，又道：“也不怪我不喜欢你妈，你妈在你那么危急的时候，为什么就不能嘴甜一点，哄哄我？她哄哄我，我至于连去医院看你一眼都不去吗？一点忙都不愿意帮吗？”宋月成大概是没想到我会把他以前的话全部还给他，深吸了好几口大气。
我见他气得差不多了，再道以后别见面了，什么时候同意离婚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在民政局见，或者我们法庭见也行。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。我看了眼他受伤的神色，不明白他在怀念什么。怀念我以前凡事都先替他考虑3分吗？那就可惜了。从你不再替我考虑的那刻起，从你试图让我在你妈那里受委屈开始，我就已经及时止损，不再爱你了。我从我父母离世后，我以前那些千般好的亲戚，不但不可怜我，还想趁机从我手里拿遗产时，就明白了：你若心软1分，别人欺你3分；你若退后1步，别人还想推你入深渊。唯一的解释，远离他们。没有人生来是为了救赎你的，除了你自己。宋月成不甘心，近乎是喃喃自语。可是，我后来在我妈跟你之间，是选择了你的呀。他不会是说，在我跟他提出离婚后，他妈也让他跟我离婚的是吧？那是我跟宋月成提出离婚时的事。彼时，我将宋月成的行李打包送去婆婆家，还将宋月成赶出了家门。宋月成却一直不愿意走，他觉得我们还没有到一定要离婚的程度。在我家门口上演让人头皮发麻的追妻火葬场，说他改，以后坚决不听他妈的话了，说他把工资卡从婆婆那里要回来，上交给我。婆婆知道后，也来到了我家门口，要带宋月成回去。婆婆拽着宋月成说：“走了，这种女人有什么好的？只认钱，你的工资不给她用之后，就开始要离婚，离就离。她真以为跟你离婚后，她还能找到更好的？”宋月成甩开他妈的手，说：“妈，算我求你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跟个搅事精一样掺和我跟小小的事了？”婆婆怒了，直接开始骂天骂地：“宋月成，我生你一场，养你一场，你为了个不要你的女人，这么跟你妈说话的吗？宋月成，你还是人吗？”巴拉了一堆，我也是从婆婆的骂娘声中知道了。就我打算跟宋月成离婚那段时间，婆婆在知道我不会那么早生2胎，或者干脆不会生2胎后，已经开始给宋月成安排相亲了。宋月成还真的去见了一个姑娘，只是宋月成没有看上那个姑娘罢了。我倚在门口，冷笑问宋月成：“这就是你说的，我们还没有到一定要离婚的程度？”宋月成狡辩：“只是朋友聚餐，吃了个饭而已。”为了掩盖真相，宋月成还当着我的面问他妈要工资卡。结果这句要工资卡的话刺激了婆婆，婆婆直接开始1哭2闹3上吊，说要死在我家门口，我让她要死就死远点。然后啪的一声把门关上了。在我关门后，宋月成把他妈带走了，但此后直到他车祸，工资卡都没有要回来。而他本人则3不5时就来我这里继续上演追妻火葬场，还口口声声跟我保证，以后绝对不让他妈掺和我俩之间的事儿。确实，从那以后，婆婆在她出车祸前，再没有出现在我面前过。但不论她说的再好听，我都当笑话听了。工资卡都还攥在他妈手里，她当我3岁小孩呢。此刻，我冷漠地看着宋月成，说：“能不能不要再浪费彼此的时间了？我没心情陪你演戏。”大抵是我的神色太过冷漠，宋月成短暂地闭了闭眼，问：“小小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，是吗？”我反问：“你觉得呢？还是你希望哪天你又出事了，你妈若没有及时出现，我亲手在放弃治疗同意书上签字？”她不敢置信地瞪大了眼睛，试图从我脸上看出开玩笑的痕迹，可最终她失望地低下了头，走了。大概是我最后一句话起了作用。数月来一直不同意离婚的宋月成同意离婚了。我跟宋月成离婚也简单，
我们并没有多大的财产纠葛，房是我的婚前财产，车是他的婚前财产。那些年，我那点存款用在生穗穗、养穗穗上了，他那点存款这次也全送医院了。唯一的纠葛是穗穗的抚养权。我原以为宋月成是不会跟我争穗穗的抚养权的，毕竟婆婆就差把重男轻女4个字刻在脸上了。但不知道婆婆是怎么怂恿宋月成的，宋月成竟要跟我抢穗穗的抚养权，还放话，若不把穗穗的抚养权给他，他就坚决不同意离婚。穗穗的抚养权我是不可能给宋月成的，就婆婆那德行，怕是宋月成还没有2婚，穗穗就要在他家受尽委屈。只是宋月成喝了几杯，菜成这样，连孩子2岁前抚养权是给母亲的都不知道了。徐阿姨说，应该是宋家不想付穗穗的抚养费，所以才故意先用穗穗的抚养权试探你的态度的。徐阿姨还真说对了，宋月成想要穗穗的抚养权，是婆婆不想付穗穗的抚养费。没几天，婆婆带着宋月成上门来跟我谈时，大放厥词，一个迟早要嫁出去的姑娘，还是跟你，凭什么我家要出抚养费？将来她嫁人了，阿成能指望她什么？她说，要么你把抚养权给我们，你出抚养费，要么抚养权给你，我们1分抚养费都不出，我们可不帮忙养外人。再说，阿成带个女儿，还将来影响他再婚。我看向宋月成，宋月成沉默不语，想来是默认了他妈的话。我问，女儿的抚养费你不出，那以后你也别来看女儿了。他又沉默了良久，说，谢小小，这次住院我也算看透你了，既然要离婚，就断得干干净净，没必要因为抚养费藕断丝连。很好，我也想断得干干净净，于是同意了他家不出抚养费。1月后，我跟宋月成拿了离婚证，结束了这段婚姻。但我跟宋月成好歹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朋友圈多有重合，再加上龙城并不大，所以即使我们离婚后，他抚养费都不出，我们之间真断得干干净净。我还是能时不时从朋友同事口中听到他的消息。据说我们离婚没半个月，宋月成就开始相亲了，不过都没成功。龙城确实彩礼不高，但他有一个大前提，有车有房。宋月成并没有房子，相亲的姑娘一听，婚后要跟婆婆同住，一半就直接打退堂鼓了。何况宋月成还是2婚，剩下一半愿意先一起租房的。稍微打听一下宋月成跟我离婚的原因，也直接退了。哦，忘了说了，徐阿姨大概是深觉自己做一次媒，等于做了一次孽。在我跟宋月成离婚后，把婆婆跟宋月成以前的操作逢人就说，导致宋月成的名声不太好。龙城又不大，大家都不蠢，没必要明知是火坑还往里面跳。是以宋月成相亲了1年多都没有成功，直到第3年，我跟他离婚的事件过去久远了，一个消息不灵通的姑娘看上了他，2人相处了2个月，就火速领证结婚了。原本这事我是不知道的，但有天我上街偶遇了婆婆，大概是宋月成终于结婚了，婆婆头又抬起来了。偶遇我后，故意大声跟身边的人说宋月成又再婚了的事儿，还含沙射影数落我。我连跟他对骂的想法都没有，直接从他身边路过了。回家后跟徐阿姨说起了这事儿，徐阿姨听得直摇头，好好一小姑娘，怎么就瞎了眼？为了逃离一个火坑，跳入另一个火坑。我这才知道，宋月成的老婆才刚满20岁，家里重男轻女，高中都没读完就出来打工了，还被家里逼着赶紧嫁人。后来她到宋月成所在的公司做前台，
两人便混一块儿去了。大概是因为姑娘怀孕了，彩礼给了8.8万，不过彩礼被姑娘娘家给全部拿走了，一分也没有带回去，嫁妆只有几床被子。我深深替他老婆捏了一把冷汗。这样的情况下，他老婆绝对被婆婆给拿捏死，除非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个男孩。徐阿姨看了我一眼，见我没有太大情绪起伏，才继续说：“就是因为检查了，他肚子里的是个男孩，宋家才给了8.8万的彩礼的。”那挺好，至少不会在怀孕时被婆婆欺负了。只是还是为他老婆不值，怀孕时就要先检查孩子的性别，这不摆明了是个火坑。他竟还敢硬着头皮跳，也是个勇士。但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尊重他人命运，嘲笑他人遭遇。徐阿姨却还在疑惑，那姑娘还是我以前同事的女儿，我见过，人长得挺漂亮的，以前也很聪明的，这次怎么就糊涂了？我想了想自己以前，说大概是因为太年轻了吧。其实讲真，宋月成做销售的，口才还是不错的，他还特别能演。年轻小姑娘被他几句好话迷惑，不是没有可能。我被他演了几年才看出来呢，好在现在跳出来了。现在想想在月子上受的气，我依旧能打一个寒战。希望他现在的老婆，他知道珍惜吧。然而次年冬换季，我带着穗穗逛街买衣服时，又偶遇了宋月成跟他老婆。我看着他老婆的肚子，陷入深深的怀疑中。他老婆怎么看怎么像孕妇。直到几个月后，朋友圈里有朋友去参加了他家2胎的满月酒，这是1年生一个的节奏啊。宋月成以前扑我生2胎没成功，倒是成功扑到他现任老婆给他生了2胎。不过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跟我们这些外人无关。又2年过去了，我都快忘记宋月成这个人了。有天，以前的朋友突然微信跟我八卦，那啥，小小，宋月成被绿了。更搞笑的是，婚前就绿了他，连第一个孩子都不是他的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宋月成做了接盘侠。朋友噼里啪啦一堆信息发过来，我大致了解了。宋月成老婆当初会火急火燎嫁给宋月成，是为了给肚子里初恋的孩子找个爹。因为她初恋在她怀孕后晚起了失踪，这事儿本来天知地知，她知可以带到黄泉的。但她跟宋月成结婚后，婆婆3番4次为难她，宋月成为了安心做个甩手掌柜，不但不帮她说一句话，还让她多让让婆婆。她在婚姻里受尽了委屈，尤其2胎生了个女儿，婆婆都懒得管她。然后好死不死，2胎生完没多久，她那失踪的初恋又出现了，3两句甜言蜜语，两人旧情复燃，又搞一块儿去了。再然后被宋月成给捉奸在床了。宋月成在见到他初恋的一瞬间，就怀疑儿子不是他的了。因为那个儿子跟他老婆的初恋有7分相似，他抱着最后一丝期望去做了亲子鉴定。鉴定的结果是，他帮别人养儿子养了2、3年，合着当初他俩火急火燎就结婚了，并不是宋月成一个人被他妈催着生个儿子，而是两人都有原因的。朋友再道，愤怒过后，宋月成跟他老婆离婚了。离婚前，他老婆把婆婆的所作所为，以及那几年宋月成在婚姻里装死的行为，全发宋月成所在的公司大群里了。朋友顺手发来了截图，截图里全是他老婆骂娘控诉的话，从婆婆自她怀第1胎时就要求还带着肚子的她给全家做饭，一直控诉到了生完孩子，宋月成没有担当，丢下带着孩子的她，每晚打着加班的名义跟公司同事出去喝酒唱歌。还艾特了群里公司的领导，礼貌地问宋月成公司领导，
带着宋月成一起出去嫖娼，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？这是奔着一定要把宋月成的工作给闹没了去的。闹完，他老婆带着儿子走了，小女儿给他留下了。虽然他老婆让他做接盘侠，这事儿做的确实不厚道，但我还是给朋友回了2个字：精彩。但眼下，我怀疑宋月成是被他前妻给打击的脑子出问题了。因为他跟他前妻离婚后，也就是朋友跟我说完他那些破事儿的第3月，宋月成竟再次找上了我。当时是我去接穗穗放学，却在穗穗校门口见到了宋月成。我警惕地看着他，他一脸歉意地看回我。我问：你想干嘛？他道：我来看看穗穗。我白了他一眼：你连穗穗的抚养费不愿意给，你有资格来看他吗？他沉默了须臾，说：小小，对不起，当年是我不对。我打断他：别来我这里猫哭耗子，以后也希望你离穗穗远点，互相放过。此后连续几天，宋月成都来穗穗学校门口看穗穗，我忍无可忍，报警威胁。宋月成这才说了他来看穗穗的真实目的，想跟我复婚。我破口大骂：宋月成，你有病吗？你撒泡尿照照，你配吗？宋月成却丝毫不要逼脸道：小小，穗穗好歹是我们的女儿，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更好，不是吗？再说这几年你一直没有再婚，难道不是对我还有一丝期望？我呸！我看着他掷地有声的喝骂：老娘不再婚，就是怕再遇见你这种垃圾。我说：别再来纠缠我，不然我们就真警察局见。我以为宋月成来找我复婚是脑子出问题了，直到几天后，我才从朋友那里知道，宋月成是当我脑子出问题了。他来找我复婚的另一个原因是婆婆住院了。宋月成被他前妻这么摆了一道，婆婆在得知自己宠爱了2、3年的孙子不是自己的孙子时，精神恍惚，下楼时摔了一跤，瘫痪了。人现在在医院住着，宋月成现在是医院家里2头都顾不上，还被公司给辞退了，所以想找我做冤大头。他想屁吃呢？若不是我实在恶心宋月成，不想再见到宋月成跟他妈，我现在都想去医院给他俩放一手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的事儿都能成。一阵喜庆的歌声打断了我的臆想。我低头看去，玻璃窗外，楼下的阿姨们开始跳广场舞了。哦，那没事儿了。但你别说，楼下广场舞阿姨们怪应景的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